好，各位买好，我是懂买买，终于有时间跟大家聊一聊未来的 ET5 Touring 啊，这个旅行版车型了。旅行版车型呢，简而言之就是既要又要还要，我既要有着一个美好的外观，还要有着不错的性能。那最重要的是我要有一定的装载能力。那有人说要装载能力，我为什么不去买 ES6 呢？虽然未来的 ES6 操纵性能已经非常强，它的麋鹿测试竟然能做到84公里每小时这样特别狠的成绩啊，吊打一系列的所谓奶爸车是吧？但是呢，就有人会觉得 SUV 不管怎么样，它的重心向上提高，它的驾驶就是不如轿车那么好。虽然我有孩子，虽然我承担了家庭的责任，但是我仍然希望我日常出行的车是一台具有动感、具有灵力的车型。那这个时候，旅行版可能是你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而旅行车呢，在国内一直卖的都不好，我觉得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。首先呢，可能说国内并没有旅行车的文化；其次，我觉得还是价格。你像奥迪的 RS6 都说引进必买，结果一个 V8 版本卖了160多万，过去呢还要加价加个10几20万，那怎么买啊？对不对？那你算小一点的车型，比如你买 RS4，最近有一些打折也要80万左右啊。而未来基于 ET5 车型所衍生出来的 ET5 Touring， 我觉得作为一款智能电动旅行车，这个价格就变得非常有意思喽。照例啊，来先说外观。外观方面，你永远不用担心未来的审美啊。4.8米的车身，整个车的长度是非常协调的，它并没有说自己是旅行版刻意的把自己加长，显得自己的屁股特别长，然后导致这个车身比例不协调。你去门店去看一看，去路上去开始跑一跑，我觉得侧身真的是 ET5 Touring 非常棒的一个角度。同时呢，你从正后方来看，旅行版相比于 SUV， 它背后是相对来说是压扁的，但是在压扁的同时，你又能看到它的腰部是向外扩的，既有力量感，又有非常的优雅感。然后同时呢，未来整个一体化的家族设计完全没有放弃啊，比如前脸的 Shark Nose 啊，一眼就知道这是未来的车，一眼就看起来非常凶。屁股后面我非常喜欢的扩散器，非常大的扩散器，不管你是跟车还是你站在车后，你就知道这个车它一点也不好惹。一些未来非常经典的设计，比如在 ET5 上就开始拥有的这个光风尾灯 Super Red 超级红的尾灯，一切都是那么相得益彰，都给你完整的保留下来了啊！我想特别说一下这个尾灯啊，我是在成为 ET7 成为 ET5 的车主之后才感受到的。当你在夜晚，当你从后方去接近这个车的时候，你身上带着钥匙，或者说你带着手机吧，你一靠近这个车，你能看到这个尾灯从中间向两边弥散开来，那个感觉真的是特别好了。未来对于这种舒适感，对于这种氛围的营造真的很到位。然后同样呢 ，ET5 上饱受好评的无框车门，这一次继续给你保留了。稍微有一点遗憾的是，这个无框的玻璃依然是单层玻璃。那整个隔音效果呢，就我看 ET5 的情况来看，肯定是不如 ET7，肯定是不如 ES8 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依然相比于那些使用薄的双层玻璃的车型有一定的优势。所以我觉得未来坚持做了这个单层玻璃，可能是为了产品线做一些区分吧。但是我依然希望他们在今后如果有可能的话，还是把这个双层玻璃用一个更好的角度把它加上。毕竟呢，很多同学会在乎这种看得见的东西。你跟他说你的单层隔音效果做的也不错，但是他会觉得双层给他心中更好的安全感嘛。弹出式的电容门把手，你的手只要轻轻的放在门把手上，这个门就自动电开，往外轻轻的一拉，这个门就打开了，优雅，真的特别优雅。我用了这1年多的时间啊，我再去开别的车门的时候，每次都要相对用力的去拉。每一次开别的车门，我都会怀念起我自己的车。颜色方面呢，给我的这台试驾车呢，它是免费色星灰。那未来的免费色呢，就已经非常好看了。如果你愿意像我一样花1万块钱，那我还是强烈建议像云出黄啊、净空粉啊、宇航蓝啊这样非常有特色的颜色。同时呢 ，ET5 Touring 今年还可以选装官方年度色曙光金。曙光金这个颜色非常棒啊，在 ES8 上它显得非常的大气，非常的行政的感觉，对吧？但是放在那个 ET5 Touring 上竟然也能保证兼顾有运动，也能兼顾有这种贵气的感觉，这个颜色选的真的不错。其他方面呢，就是我一定要强调一点的，就是 ET5 Touring 的1.32平方的巨大的一整块玻璃做的天幕，甚至呢它比 EC7 的这个面积都要大的，而且这个天幕呢本次可以选装电致变色了。这个电致变色非常好玩啊！当你选择照遮光模式之后，这个玻璃会从四角向中间慢慢弥散一种电致的那个晕染。它呢既不会像有些卫生间所用的那种蓝色啊，看得特别丑，也不会像有一些变色的玻璃之后，它一旦变色，那个整个像一层雾糊在上面一样。照例呢，所有的大玻璃我都要去测一下紫外线的强度啊。其实未来的东西你完全不用担心啊，未来在你看不见的地方，它都会用好的用料。那虽然这么一整块大玻璃，紫外线的隔绝率依然是99%以上啊，你所能感受到的一点点温度，那其实是红外线，完全不会把你所晒黑。这么大的一块玻璃，面对红外线，面对带来的热量怎么办？非常简单，就是咱们电动车嘛，还是要靠空调去扛的。
但是每当你坐在后排，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清朗天空的时候，一抬头你就能看到一整片玻璃，完全没有横梁的时候，我每次都是感受到快乐的。轮毂方面呢，这一次官方19寸的轮毂给了一个新造型，然后我给我的这款试驾车呢是19寸的续航轮胎因为 ET5 Touring 这个造型的原因嘛，它肯定比 C 单要稍微费一点电。这个19寸的轮胎如果装在 ET5 上，它的续航就是560公里，装在 ET5 Touring 上，续航从560降到530，但是真的没什么，本身就是 CLTC 的表写。如果你喜欢性能胎的话，你依然可以选择20英寸的花径轮胎。这个花径轮胎呢，配有倍耐力的 P0、PZ4 的轮胎。蔚来150千瓦加210千瓦的电动机，对吧？100公里加速官方标一个4秒，我们都知道蔚来这个一贯性的反向虚标，对吧？实际上，如果你单人去开的话，跑一个3.8、3.9秒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这么强悍的一个性能，你放在燃油车上，它就是一台 V8 的性能。那我呢，其实之前买过 ET7， 我后来又买了 ET5。我为什么要买啊？因为 ET5 是我开下来蔚来做的整个驾驶感受非常直接、非常令我快乐的一台车。这是一台连 CDC 都没有的全被动悬架的车型，它只有一个弱势场景，就是在一些桥面凸起桥面往下坐的时候你的后排可能会感受到下坐，如果你通过的速度够快。在其他情况下，这台车跟外界的沟通非常直接。如果在选择 ES8 的时候，我需要的是车型具有一定的悬浮感，我需要车型跟外界进行隔绝，我需要车型有足够安静、足够舒适。但是我开 ET5， 我需要的就是跟外界的路面、跟外界的环境有足够多的沟通。在我转向的时候，我能感受到这台车凌厉而且直接的转向。而 ET5 Touring 的驾驶感受非常难能可贵的是，跟 ET5 做的没有区别。我开了这么600-700公里了，我并没有觉得在什么场景中感受出它跟 ET5 驾驶的不一样，非常好，这一点做得很重要。一个人开起来，这台车依然可以让你快乐。当然了，既然你选择旅行版的车型，你肯定对装载有一些需求嘛。如果出一趟远门，比如说我们这一次3个人，一个21英寸的箱子，一个28英寸的箱子，完全没有问题。而且因为旅行版后背较大的开口，你可以把箱子竖起来放，这一点跟 SUV 很接近啊。其实你可以在后备箱放上2个20英寸的箱子，2个28英寸的箱子。除此之外 ，ET5 Touring 它把整个后备箱做的是一个平开口，同时呢，这个平开口的下方还有2块独立的盖板，你可以把2块盖板同时拿走。下方呢还有一块非常方正的，大概深度5-6厘米的这么一个空间。这个空间里我塞了一个露营椅没有问题，我还塞了我的钓鱼竿也没有问题，甚至说你自己的一些细小的物品也可以放进去。除了下面这一个完整的平层在左下角掀起来跟 ES6 一样，它还有一个相对深一点的小一点的储物空间，在这里面你放一个随身的腰包也没有问题。还有呢 ET5 旅行版的后备箱它的照明灯，这一次做了一个巧思，右侧的照明灯是可以单独取放下来的，你摁一下这个开关，你能看到这个灯被弹出来，你取下这个灯之后，这个灯可以当一个手电筒使用，它也可以有一个整体照亮的模式。除了这个整体照亮模式之外，它还有这个爆闪模式，这个爆闪呢会闪红光、白光交替。其实你在夜间或者你在露营的过程中，你需要有一些警示作用，我觉得这个灯做的挺好的，相当于你就省去了一个手电筒。此外呢，因为是旅行版的车型 ，ET5 Touring 呢在收纳方面做了很多巧思，比如后备箱上面还额外有2个挂钩，这个挂钩呢是给你在比如说你在露营的时候是吧，你可以挂上你的鞋子或者挂上那些还要晾干的衣服。后备箱中呢也为你去放一些不规则、容易晃动的物品呢，加了一些挂钩式的锚点。这个锚点呢，后续官方说好像还会出一些收纳盒、收纳箱之类的东西吧。那总之呢，就是 Touring 在后备箱上真的费了非常多的心思。7500块钱你就可以选装一个电动拖车钩，这个拖车钩呢可以让你拖最多1.4吨的房车。买非常喜欢的房车，比如说途凌350，这些都完全可以直接拖走。虽然我不用露营，但是 ET5 Touring 再加上一个挂车，这样的搭配真的太好看了。总之呢 ，ET5 Touring 就是一个人开起来很快乐，一家人出门远行绝对装得下。如果需要奔赴诗和远方，需要一台挂车，ET5 Touring 呢也能承担此重任。坐姿方面呢，前排座椅似乎是有一些调低但其实每一次说 ET5 的时候，都有同学说什么这车只有女生能开，这车超过1.7米并不能开。那事实上就是你看到在欧洲很多同学身高都超过1.9米了，他们依然在开着 ET5，是吧？欧洲甚至还有更多的小车，他们也没有觉得这个驾驶座位的坐姿成了问题怎么到国内来 ET5 发布之后，怎么中国人均身高到了2.1米的呢？买的朋友身高1.88米，开 ET5 也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
ET5，你可以说它前面的仪表台变矮了，所以你坐上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的视线角度高，但是整体上的坐姿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啊。相反呢，相对较高的坐姿，相对较高的视线，可以让你看到机盖前面2条非常有力量感的线条。这2条力量感的线条，你去开保时捷911，它也是能让你看到机盖前面2条力量的线条的呀。所以我觉得说 ET5这个坐姿简直不能坐。一定程度上是有一些同学他平时不太会调座椅，那再有呢，可能就真的就是以讹传讹。你知道蔚来所面对的这个市场竞争环境非常不好啊，很多品牌对吧，会明里的暗里的散布蔚来的一些谣言。我觉得这个车到底能不能坐，你去门店，你去试驾，你去试一试。同时呢，如果调座椅，蔚来的座椅呢，因为可调的空间非常大，很多同学并没有适应过这么动不动就10几项免费调节的座椅，他们可能不会调。你点开车机，从菜单里面去把座椅的高度往下降，这样来调一调，看一看是不是这个车的座椅完全没有问题了。后排座椅呢，我感觉跟 ET5也并没有显著的区别啊，唯一比较明显的区别是左右2个座椅它的头枕做的相对来说更加宽大了一点。那非常值得夸的一点呢是呢，这一次的后排座椅支持422放倒了，中间的那个扶手可以单独的去放倒。单独的放倒之后，我知道像买这样是钓鱼的，如果放倒了之后，你就可以把1本半的鱼竿直接那么放过去了，甚至说你放全长的鱼竿也不是不可以啊。那而且呢，因为 ET5 其实后面的座椅非常的宽大，哪怕你把中间这一块放下来了，你左边依然可以放一个标准尺寸的儿童安全座椅。至于其他未来饱受好评的一整套配置，这一次也完全没有少啊，7.1、1.4声道的全景声音响，1000瓦的额定功率，超级好看的氛围灯，同色的安全带，整车大量位置慢反射所反射出来的柔光，那种高效的质感。都是好看且高级，也都是我选择 ET5 的理由。ET5 Touring 上把它们完全继承了。除了车本身之外，这台车是要出门，是要远行的。所有远行的电动车都难免会面到一件事儿，就是续航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我这趟呢去千岛湖360公里吧，这台车给的我的是75度的电池，我从开到千岛湖之后标线里程还剩下50多公里，这一路上有4个换电站啊。那给没有买过蔚来的同学稍微科普一下，换电站就是电动汽车的加油站，你去换电站5分钟时间，这台车就可以500公里直接加满。或者说5分钟的时间，你选100度电池，这台车600公里就加满。以后如果你租了150度的电池，5分钟时间1000公里，这台车就直接加满。换电站就是电动汽车的加油站。西湖服务区，路特斯800伏充电桩，国家电网充电桩，理想充电桩，蔚来换电站。你猜这时候来一个车，谁能最早的走呢？就我这一趟上海到千岛湖的旅行，高速公路服务区上竟然有3个换电站，甚至到了千岛湖的目的地，刚下高速公路还有一个换电站。300公里的旅行中有4个换电站。其实我很不理解啊，一个只能充电的车，凭什么跟蔚来可充可换可升级的车去比啊？李斌在2017年说让加电比加油更方便的时候，很多人说他是笑话，反复的去嘲笑他。但今天到2023年，只有蔚来车主在高速公路上跑得最为欢畅的时候，还有人去嘲笑蔚来吗？在这样一个决策成本相对变高的时代吧，消费者很容易被那些你能看得见、你能摸得着的东西所吸引，而忘记了产品背后那些看不见、那些摸不着、那些底层的积累的重要性。这就像盖楼一样，如果你只盖一个5层楼，那你盖的速度当然是非常快的，你看起来长势喜人，一天加一层。但是如果今天你要盖一个摩天大楼，你的地基可能就都有5层楼那么高了，但是摩天大楼最终一定会比那5层楼更加闪耀。好，这就是本期懂买买的视频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，不要忘记评论中订阅懂买买，买买在头条、B 站、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